一段中俄军演视频为何会让日本首相对华示好？别急，普京将访华才是重头戏，将有更深的布局来应对美国。各位好，欢迎来到赵特展观察室。近期中俄两国海军舰艇在日本海海域上的这样一个演习视频被发布了出来啊，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中俄两国的战舰共同打击假想敌水面舰艇的画面。很多军事专家认为呢，中俄这次应该是动用了反舰导弹以及其他的先进武器，所以才能轻松地击中假想目标，同时也是对那些不怀好意的国家进行一些威慑。因为就在同一时间，美日韩也在日本海开启了大规模的海上演习。当然，更大的压力呢，还是给到了日本，毕竟日本海距离日本本土可以说是近在咫尺啊。中俄既然能够摧毁假想敌的水面舰艇，也就是说呢，中俄有能力打击日方所有驻扎在港口的海上力量。而就在这个视频出现不到24小时，日本首相安田文雄突然就中日关系发表了声明啊，说中日关系密不可分，希望能与中国维持对话，并且呢还能够继续的加深稳定的关系。很明显，日方这是在向中国示好，但是要知道的是，前几天日方不仅积极配合了美日的演习活动，更是派出了一艘直升机航母闯入了中俄演习区域，意图呢全程监视中俄战舰的一举一动，甚至又拿台海问题来做文章来挑衅中国。现在日方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转变，这应该是被中俄这场演习视频给吓住了，毕竟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压力。当然，有人或许会说呢，日本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国家，更是藏着巨大的野心。而现在不过只是迫于形势，所以才会示好中国。但是其实中方绝对不能相信日本的巧言令色，不然将有极大概率会遭到日本的背刺。在很多分析人士说呢，日本如今对于中俄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麻烦，而中俄需要像这样一样略施小计就能够让日本喘不过气来。所以对于日本根本不用太过重视，保留足够的警惕就可以了。而且中俄还要面对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而必须要把全部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美国的身上。这种分析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中俄应该已经预料到了这种情况，而且值得关注的是，此前俄方已经放出了消息，普京已经将访问中国提上了日程，而且很有可能会应中国的邀请出席10月份在中国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当然，有不少专家以及学者都说呢，在美国不断插手亚太局势的背景之下，中俄领导人这次会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相信中俄双方也会着重的探讨如何对抗美国的问题，并且呢，从最近一段时间由中俄频繁的进行联合演习的动作来看中俄大概率是做好了与美国正面抗衡的准备。只要中俄在这次会面中确定了方向，达成了共识，那么美国或许就要直接真的要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了。要知道，美国军方曾经多次强调，美国如今呢不具备同时对抗中俄的实力，所以对中俄来说呢，让美霸权衰落的最好方式就是快刀斩乱麻。如果一直跟着美国的方式去搞军备竞赛或者其他方面的竞争，很容易被拖入冷战时代的节奏，而最终美国可以凭借丰富的经验逐渐蚕食中俄。当然，这些分析都只是鉴于现在的局势所推演，而普京访华到底会与中方谈论什么我们也是可以来等等看。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